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1到2022赛季的飓风杯的决赛。不同于正常的足球赛事，今天这场比赛似乎是一场1v1真男人的大决战。我们看到前国脚徐亮正在带球入场，他刚刚在前场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而他的对手蒂姆面对即将到来的这脚射门也是不敢怠慢。徐亮准备主罚这个任意球，启动，助跑，打门！哎，怎么回事？随着守门一声哨响，比赛居然被吹停了。不知道蒂姆用了什么超能力哦。我们看到一个蒂姆正扛着另一个蒂姆进场，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徐亮，此刻似乎也想吐露一些优美语句了。什么玩意儿？观众朋友们，这次我不用道歉，球场上真的是出现了11个蒂姆，守门员居然在赛场上品起了咖啡。虽然一排蒂姆筑起了铜墙铁壁，但也不该如此嚣张吧。徐亮又开始助跑，打门！皮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当仁不让之势在空中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漂亮！球进啦！进了！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和正常非常不一样，你们也注意到了，虽然我做了很多准备，但这球还是进了。今天你见到这个球叫做弧线球，也是一个绝招之一。所以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前国脚著名球员徐亮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尝试踢出弧线球，并且用专业的影视设备来记录下来。那么这次为了能更清晰的给大家展示弧线球的精彩瞬间，我们准备了一台 Phantom Flex 4K 超高速摄影机，用来捕捉弧线球的发力还有空中运动的瞬间，以此来弥补我们肉眼错过的遗憾。那在具体分析弧线球的原理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踢出一个弧线球的相关知识还有技巧。好，现在在我身边就是著名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徐亮老师。徐亮，中国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场，超白金一代的代表，职业生涯共出战中超联赛244次，绝招任意球。假如我想踢出一个弧线球，是怎么踢出来的这种球？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球的这个点，那么就要踢正中旁边左边一点点，摆腿呢是向前的一个摆腿送。那假如现在我踢一脚，您能给我一些指导吗？可以啊，这样来，我给你扶着，感受一下。这样吗？对，差不多这个位置。好，请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班门弄斧。看，它也是弧线的啊，它也是弧线啊，确实弧了，只不过朝门外弧。它会转的。它是转的，有弧线的就对了。您能来一脚吗？您能来一脚？我想看一脚您的。那个门是死的，不会动。那球是会动的，你腿是会动的。所以当你观察好了球门以后，那个球门就在你心中了。然后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球身上。咋踢的？再，能吗？再来一脚。好。咋就进了？我这边看都感觉这球是飞出去的，然后他愣是这样给绕进去了。再来。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对于我来说，确实像我练了已经20多万脚，20多万脚任意球了，所以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当然简单。如果你练20多万脚，不一定比我差。那不是，不一定比你差，你这说的太满了，就是可能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这个和天赋和各方面我相信都有关系。那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本来以为徐亮老师的教学非常简单易懂，但是我一到亲身去尝试，还真立刻就学废了。虽然让我们立刻学会弧线球并不现实，但是或许我们能走进弧线球的原理，可以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那这里会涉及到一个听上去充满高级感的流体力学名词，叫做马格努斯效应。当一个飞行的物体还在旋转的时候，只要物体的旋转轴和飞行方向不相同，那空气就会对物体产生一个横向力。物体在这个横向力作用下，轨迹就会发生偏转，走过一条曲线，
这种现象就叫做马格努斯效应。一般大家都认为这是德国科学家马格努斯在1852年发现并且解释的。那不过其实比马格努斯早了200年前啊，牛顿，没错，就是他，在观看了剑桥大学的网球比赛以后，描述并正确推断了这种现象的原因。马格努斯效应在球类运动中其实非常普遍，不仅有足球，还有乒乓球、网球、棒球等等。那如果我们把场景放到乒乓球运动之中，或许可以更好的解释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存在任何受力，乒乓球做匀速直线运动；如果只说重力，乒乓球做抛物线运动；如果只是重力和空气阻力，乒乓球做近似抛物线运动，弧线稍稍向下弯曲一点。那最后，我们通过球拍发力给予球摩擦，发出一个旋球。那这时候乒乓球会受到重力还有空气阻力，并且它的旋转会产生横向的马格努斯效应。那么当我们知道马格努斯效应和原理之后，四舍五入，我们就能在对手发球的瞬间，通过大脑精密的计算，接到对手任何刁钻的发球。那众所周知，我们在小学2年级也就看过流体力学的伯努利方程啊，长这样。那流速大的地方压强会小，流速小的地方压强会大。转动的足球会带动四周空气，形成旋风式的流动。那当被脚部摩擦而踢出去的足球朝着某个方向转动的时候，足球就会产生一个朝着那个方向的力，再加上足球被踢出去的时候受到向前的力，那么著名的弧线球也就产生了。一个优秀的弧线球不仅需要够转，同时还有相当高的球速，所以往往球类比赛的直转播和播放媒介都会要比一般电视节目要求来得更高一些。那比如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就首次采用了 4K HDR 超高清高帧率来转播比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本期节目的观感也会和以往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为了能给你们更好观看球的运动，我们也对这期节目进行了一个 HDR 流程的制作。HDR 视频的画面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亮部还有暗部细节，画面也会拥有更加丰富的色彩和生动自然的细节表现。那因此画面会更加接近人眼所见，而普通 SDR 视频的色彩饱和度以及画面亮度对比度就会和 HDR 视频有比较明显的区别。那相比之下 ，SDR 视频看起来的画面会给人一种暗淡还有不自然的观感，那同时在亮部和暗部的细节上都会比较明显的缺失。要观看 HDR 内容，除了 HDR 片源，你还会需要一块符合 HDR 播放标准的屏幕。那比如这块海信 UGG Pro， 它用 ULED XDR 技术。那正是因为使用了这项技术，使得海信 UGG Pro 的亮度达到了1600尼茨，非常非常亮。而它的144赫兹超高刷新率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好的游戏以及观影体验。尤其是对于高速运动的球类运动，能够通过更高帧率的运动补偿来大幅度减少脱尾还有卡顿的状况。目前 B 站已经支持 4K HDR 视频的上传还有播放。那虽然比传统 SDR 视频的制作流程要略微复杂一些，但我们期待能看到越来越多的 UP 主能用最新的技术来革新大家的观看体验。那么在本期节目最后，让我们把时间回到最初的起点，回到那一个大家昼伏夜出的夏天，回到我们在热浪中大口喝着啤酒，顶着黑眼圈，每夜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为足球痴迷的那一刻，回到你我最为着迷的那脚传球，那一发射门，直到回到我们爱上足球的那个起点。有的人热爱足球，是因为在赛场上能看到绝处逢生的奇迹，而奇迹的颜色在每个人心中又各不相同。可能是诺坎普奇迹的红蓝，可能是92分48秒人群中高高跃起的那抹白色身影，可能是蓝袍少年在伊蒂哈德球场上演的读秒绝杀，也可能是属于红军的伊斯坦布尔之夜。有的人热爱足球是感动于一生一队、一人一城的故事，更有人热爱足球仅仅就在那一瞬间。一辆通往海布里的列车，一个深情的目光，或是一个迷人的背影。而你们爱上足球又都在哪一个瞬间呢？如果再往前看，你会发现很多像上世纪球场的精彩瞬间，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都没能以很高清的画面来保存下来，实在是非常可惜。这些被上帝祝福的瞬间，可能永远只会发生这么一次，即便时光倒流，全员都无法再重现经典。但这个夏天，我们很幸运，现在欧洲杯发生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能在电视机前亲眼见证。感谢海信和所有屏幕硬件设备厂商以及直转播技术研发者，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用亲临现场，沉浸式体育新技术就能让我们在家中亲眼见证绿色草地上发生的伟大时刻。正因为有了 HDR 技术、超高速摄影机、高刷新率的屏幕等等软硬件的革新，这些精彩瞬间才能以一个全新级别的色彩和亮度被呈现出来，成为日后球迷朋友们反复回看的经典。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喜欢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期再见。Fall